老板的消息轰炸，没有凌晨3点的改稿，没有急死人的地铁，这波穿越不亏。陛下，沈氏那位娘娘已经安置好了，冷宫那边传来的消息，她醒了。醒了？没哭没闹？回陛下，据说娘娘醒了之后，看了看四周，又躺回去睡了，然后起来洗漱，吃了些东西，现在正在院子里晒太阳。睡了。她倒是和朕想的不一样。手机、闹钟。对，穿越了，没有手机，没有闹钟，连个充电宝都没有。春桃，娘娘，您醒了，奴婢去领了早膳。就这？冷宫的份例1天2顿，每顿1碗粥。管事的说您是罪妃，不能按嫔妃的例来。这粥比我公司楼下那家号称现熬的粥还稀，起码人家的粥里能看到米粒。娘娘，您别难过，奴婢想办法。不难过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我前公司的食堂又贵又难吃，还要排队半小时。食堂？没什么，走，吃完出去转转。冷宫好久没人住了，上一个住这里的娘娘是3年前的事了。那之前那位娘娘呢？没了，病死的，没人管。病死没人管。好，这个信息很重要，在这里没人会来救我，我只有我自己。行，那就动手吧。动什么手？你看，这窗纸破了能冻死人，院子长满草能咬死人，每天2碗稀粥能饿死人，不自己想办法，过不了3天我就得躺这儿。可是娘娘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，就什么都能想办法。你以为我这是要奋斗？错了，我这是战略性摆烂，先把生存问题搞定，才能安心的躺着。不然到时候不是我想不想卷，是饿不饿死的区别。好，盘点一下现有资源。破房子1间，破院子1个，小丫鬟1只，没了。就这点儿？这是冷宫剩下的全部了。管事的说，下个月的份例还要看心情给。看心情？冷宫的一切都要靠前面管事公公拨给，他不给，我们就没有。明白了，意思是我们的命捏在一个太监手里。土质还行，回头弄点种子来，种点青菜啥的。那个破水缸，洗干净了能存水，还有那些破木头，能当柴烧，能修桌椅。娘娘，您怎么懂这些？穷过。没金手指就没金手指吧。我一个现代人，还搞不定古代生存模式，当玩荒野求生好啦。只不过这个荒岛围墙有点高。陛下，冷宫那边今天的消息到了，沈娘娘醒了之后，带着丫鬟把冷宫上上下下看了个遍，然后开始收拾院子了，拔草修窗清厨房，看着像是在过日子。
过日子。陛下，冷宫那位管事小顺子，听说今天脸色不太好。这个需求，明天早上就要，又是凌晨3点。不是吧？我还没交代。我就这么死了？这手不是我的，脸也不是我的，这什么情况？所以，我是加班猝死了，然后穿越了，还穿到了一个刚被人泼了水的倒霉蛋身上。我再睡一会儿，睡醒了说不定就回去了。行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正回去也是加班，先睡一觉再说。娘娘，你醒了。底子倒是不错，比我原来好看，就是这发型也太重了。娘娘，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叫什么？娘娘，奴婢是春桃啊，您不记得了？您被送进冷宫，奴婢一直在这儿守着您呢。春桃，你跟我多久了？娘娘，您入宫就是奴婢伺候您的，快3个月了。3个月就被打进冷宫，原身这是干了什么？那个春桃啊，你跟我说说，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娘娘，您真的不记得了？贵妃说您谋害皇嗣，说您在送给皇后娘娘的药里动了手脚。谋害皇嗣？可是奴婢知道不是您做的。那天您让奴婢送安胎药过去，药是太医院煎好了直接送来的，您碰都没碰过啊！等等，你说药是太医院煎好的，我碰都没碰过。对，奴婢看着您亲手接过来，直接就让奴婢送去了，您连盖子都没打开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我碰都没碰过，这罪名是怎么扣到我头上的？是送药的路上被人动了手脚，还是太医院里本来就有问题？没事，随便想想。你继续说。那皇上下令把我关进来的？皇上说幽禁冷宫，没有旨意不得踏出半步。行，冷宫就冷宫吧。娘娘，您不难过吗？难过啥？这里包吃包住，不用上班，不用写周报，不用开会。周报？你当我胡言乱语？总之从今天开始我就在这儿住下了，不出去了，谁叫我都不出去。我很想开，非常想开。春桃啊，你知道人生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吗？没有 KPI。听说那狒狒在冷宫里忙着收拾院子，还挺会给自己找乐子。可不是嘛，一点醉妃的样子都没有。他大概是不知道冷宫的规矩了，明天我去教教他。唉，比我去健身房还累，但至少不用交年卡费。娘娘，您今天说的话，奴婢大半都听不懂。娘娘，歇会儿吧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我当年……哟，本公公还以为走错了，这冷宫什么时候改菜园子了？你谁？本公公是冷宫的管事小顺子，怎么，沈娘娘不认识？哦，管事的，有事？本公公是来巡查的，看看醉妃沈氏在冷宫是否安分守己。安分，非常安分。拔草呢？要一起吗？沈娘娘，本公公今日来是有一桩事要跟娘娘商量。说说看。娘娘你也知道，这冷宫上上下下的用妇都得经过本公公的手。前几日底下的人忙，没顾上给娘娘送东西。不过嘛，这事儿好商量。你这是在管我要钱？娘娘是聪明人，冷宫的日子不好过，但只要娘娘懂事儿，本公公自然也会关照娘娘。行啊，那你先说说你要多少？也不多，每月20两银子，保娘娘在冷宫过得舒舒服服。20两，行。
那你给我开个收据。收据？对啊，收据，写清楚某年某月某日冷宫管事小顺子收到沈氏白银20两，承诺提供以下服务：一、按时足额供应份例；二、保障冷宫基本生活物资；三、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盘剥，然后签字画押。你这是在戏耍本公公？没有啊，你收钱，我留凭据，很合理啊。怎么，你不敢？那就不是我不想给喽，是你不敢收喽。沈氏，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娘娘？你不过是个罪妃，皇上把你打入冷宫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出去。本公公好心关照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说完了。第一，我父亲是边关守将，握着10万兵马，皇上信我还是信你？第二，你克扣份例在先，勒索在后，这事儿捅出去，你猜倒霉的是我还是你？第三，你说我这辈子都别想出去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出去了呢？到时候跪在我面前的人，姓甚名谁？你吓唬谁呢？我吓唬你干嘛？我就是讨论一下可能性。我这人最爱胡思乱想，万一呢？对不对？门在那边，不送。对了，明天早膳麻烦按规矩送来，2碗粥，稠的。公公，咱们走。娘娘，她走了，她真的走了。不然呢？留下来吃晚饭。娘娘，您刚才差点把奴婢吓死了，那可是管事的公公。管事的公公也是人，是人就怕3样东西：比他官大的，捏着他把柄的，还有不要命的。我刚才让他看到了最后一种，不要命的。一个连冷宫都不怕的人，你觉得他还会怕一个太监？错觉吧，刚才那边好像有人。春桃，这点米够吃几天？省着吃，大概2天。2天，好，粮食2天见底。小顺子被怼走了，短期内不会有人主动送东西来。冷宫份例本来就少，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。结论，必须搞生产自救。娘娘，你拿刀干什么？种地。种地？对，种地，不然等着饿死吗？走，先清场。行，娘娘种地，奴婢就种地。娘娘，您慢点儿。这叫效率。我前公司搞大扫除，半小时清1层楼。又来了，什么公司大扫什么的。土还行，不算太贫。缺点是有机质少了点，就是不够肥。娘娘，您连土都懂。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农村待过，种菜嘛，不就是挖坑、撒种、浇水，等着。可是我们没有种子啊。没有种子？春桃，那是什么？那个野草啊，冷宫到处都是。这个不是野草。是荠菜，能吃的。能吃？就是这个味儿。这院子里肯定不止荠菜，走，寻宝去。香椿，这棵是香椿树，春天发的嫩芽能吃，炒鸡蛋绝了。鸡蛋，可是我们没有鸡啊。没有鸡？春桃，你说如果我们在院子里养2只鸡，会有人管吗？
养鸡，在皇宫里养鸡。这里是冷宫，冷宫不在皇宫管辖范围内，至少后宫那帮人是这么想的，所以理论上冷宫是个法外之地。法外，你就当没人管。行了，继续找。娘娘，这些真的都能吃？荠菜包饺子或者煮汤，蒲公英焯水凉拌，野葱调味。这个麻糍馅焯水凉拌也好吃，就是有点酸。今天先凑合一顿。娘娘，您怎么认识这么多野草？小时候暑假去奶奶家，她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，那时候觉得无聊死了，没想到那些日子学到的东西会在这儿用上。好了，收获验收完毕，下一步做饭。做饭。娘娘，奴婢进宫3年了，第一次见主子亲自下厨。这有什么？我以前一个人住，不做饭就只能吃外卖。外卖？就是外面送来的食盒。行了，出锅。好喝，娘娘，这可比早上的粥好喝多了。就差个鸡蛋了。您还真要养鸡啊？不仅要养鸡，还要种菜。明天把院子那块地翻了，最好再搞个堆肥，就是沤繁料，这样菜能长得更好。娘娘，您是来冷宫坐牢的，还是来开荒的？春桃，你记住，不管你待在什么地方，只要能把它变成你想要的，就不是你被困住了，是这地方被你征用了。娘娘，快入冬了，上一个住这里的娘娘就是冬天没的。冷宫冬天不给炭，说罪妃不配。去年最冷的时候，这边门都没人敲一下。不给炭，行，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明天开始，收集院子里所有能烧的东西，枯枝破木，什么都要。娘娘，您不担心？担心有用吗？冷宫不给炭是别人的规矩，自己想办法是我的规矩。陛下，冷宫的消息说，沈娘娘今日在院子里拔了一天的草，拔完之后采了不少野菜，说是能吃的，然后亲自下厨，煮了一锅野菜粥，和那个丫鬟坐在门槛上，一边喝粥一边看太阳下山，看起来还挺高兴的。拔草采野菜，煮粥，看落日。是。福安，奴才在。明天朕想出去走走。是，奴才去安排。不知陛下想往哪个方向？奴才明白了。陛下，銮驾已备好，不知陛下想去？不用銮驾，走着去。陛下，前面……朕知道。陛下，要不要奴才进去通传？嘘。他还真在过日子。春桃，给我续个水。娘娘，您都在院子里躺了1个时辰了。1个时辰？那不是才刚开始吗？可是娘娘，天还早呢，院子里也没什么好玩的。你错了，正因为没什么好玩的，才好躺。你要学会享受，什么也不做。什么也不做，那不就是偷懒吗？偷懒是别人给你安排活你不干，摆烂
是没人给你安排活，你也不给自己找活，这是两种境界。哦，那娘娘，咱们今天早饭的荠菜粥还剩半锅，中午热一下，再加点盐。Perfect。颇非。不错，发音越来越标准了。回头教你一句 Good morning。古德猫。这就是他。陛下，要不要？不必。春桃，你有没有闻到？闻到什么？檀香，有人在附近烧檀香。奴婢没闻到。算了，可能是墙那边飘过来的。宫里到处都点檀香，也不怕把自己熏成熏肉。走吧。是。陛下，明儿还出来走走吗？春桃，我问你，刚才墙那边有人，是不是经常有人从外面往咱这儿看？没有啊，娘娘你想多了吧？这是冷宫，谁闲的没事往冷宫跑？也是。檀香味不是错觉。上次怼小顺子的时候，院墙那边也有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上次没有檀香味，脚步声更轻。外面有人在看我，还用着龙涎檀香。算了，他想看就看吧，反正我这儿就这点破院子，几棵野菜。他要是闲得有心情站半个时辰，随便他。陛下，冷宫的用度奴才按规矩送了，今儿送过去，沈娘娘没留话。她说了什么？回陛下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不过丫鬟说娘娘今儿心情极好，晚上多吃了半碗粥。得，明儿的御驾还是不用备。等弄到种子，这排种萝卜长得快，小白菜10几天就能吃，您昨天说过了。可以啊，春桃，学会预习了。麻烦。听说沈答应在冷宫过得惬意，顺路来瞧瞧。这哪是冷宫啊，分明是菜园子嘛。冷宫嘛，不冷一点怎么叫冷宫？种菜更应景。沈答应好性子，听说前些日子你把管事太监给打了。打了？谁传的？我就是跟他聊了聊，走的时候他腿软，可能是饿的。别以为自己还是沈家大小姐，谋害皇嗣被打入冷宫，皇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，还想翻身？别做梦了。柳贵人，你口渴吗？说了这么多话，应该渴了吧？什么？春桃，给贵人倒杯水，就咱们那清热解毒的荠菜水。是娘娘，奴婢这就去。贵人请用。沈棠，你少给本人装傻充愣。还有呢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说我不会翻身，听到了；说皇上不看我，也听到了；说我种菜不体面，不同意，自己种的放心。还有新词吗？你们看什么？他这态度你们看到了吗？贵人，他态度挺好的。柳贵人，
我有个问题，你今天是来警告我的，还是来看我的？要是看我，院子刚收拾，你要不要一起拔会儿草？你就是个疯子！对，冷宫嘛，不疯一点怎么住得下去？走，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。所以他姓柳。您不怕他吗？他是太后那边的人。我已经在冷宫了，他还能把我贬到哪儿啊？好像是不能再低了。这就是重点。我在谷底不怕摔，他怕的东西比我多。我不玩他的规则，他就只能干着急。墙后的人如果来了，这出好戏免费的，不用谢。陛下，方才后宫的管事来报，柳贵人，陛下怎么知道？以后冷宫那边的事，不用等管事来报，朕会自己去看。陛下的意思是？是，奴才明白了。我的老天爷！皇上说朕会自己去看，这冷宫怕是要热闹起来了。娘娘，您起得也太早了，天还没亮透呢。早起浇水不蒸发，等太阳出来再浇，水还没渗下去就没了。您种菜比当妃子认真多了。那当然，种菜有回报，你浇多少水，它就长多少叶子。当妃子，你付出再多，一道圣旨就能让你归零。不过跟我没关系，我在冷宫，圣旨找不到我。娘娘，这个声音。圣旨到。我刚才说了什么？沈娘娘有旨意。他就是那个一直站在皇帝身边的人，前2次在墙外面的有他一个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氏自入冷宫以来，安分守己，静思己过，无僭越之举。今察当人之事，证据未明，不宜久顾。着即日起迁出冷宫，复答应位，赐居映月轩。钦此。我即日起迁出冷宫，复答应位，赐居映月轩。钦此。娘娘，接旨吧。复什么位？答应，沈答应。赐什么轩？映月轩，在西六宫。那冷宫呢？沈娘娘，您前出冷宫，不住这儿了。我的菜还没种完。娘娘，接旨，您得说臣妾领旨谢恩，快说。臣妾领旨谢恩。沈娘娘请起，下午有轿子来接，您的东西自有人收拾。等等，福公公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娘娘请问。为什么？圣意奴才不敢妄测，但娘娘，您种的菜还没长出来呢，出去种种看。外面的土比这儿肥。谢谢。奴才告退。娘娘，您不高兴吗？春桃，你高兴吗？奴婢有点害怕。冷宫虽然破，但是就咱们2个人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出去以后，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规矩。你说的对，在这里，我是老大。出去，我是最底层的答应，谁都能踩一脚。但我跟你保证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就算出去，我还是我，还是那个能躺在院里晒太阳、挖野菜、煮粥的我。换地方，不等于换人。这院子练出的本事，带得走，
那躺椅带不带？必须带，这是战略物资。娘娘，都装好了。这位观众朋友，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下场换个舞台见。陛下，沈娘娘已经接旨，轿子这就出发。她说了什么？沈娘娘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娘娘还把她那把躺椅带上了。躺椅？是，就是她平时在院子里躺着晒太阳的那把破的不能再破的躺椅。知道了。娘娘走之前，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，把翻过的地又摸了摸，那地还没种东西，空着就走了。陛下，映月轩有个小院儿，比冷宫的小，但也能种点东西。奴才多嘴了。映月轩离御书房走路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皇上选了后宫30几处空着的居所里最近的那一个。不是偶然，不是恰好，是拿尺子量过的。我的陛下，您这盘棋下的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。娘娘，这儿好漂亮。采光不错，通风也行，比冷宫的土肥，能种。娘娘，您不会是要在这儿也……不然呢？在冷宫种菜叫自救，在这儿种菜叫兴趣爱好。还行，至少没给我放一堆我不认识的东西。娘娘，奴婢去数数被褥。等等，先办正事。正事？选址，这把椅子放哪儿，决定了我在映月轩的战略布局。娘娘，咱们刚到，您就惦记躺椅？到一个新地方，第一件事永远是找到最佳摆烂点位，这是生存法则。奴婢下河，奉管事之命来沈答应处当差。我们有申请过家人吗？没有。进来吧。奴婢下河参见沈娘娘。下河，起来吧。谁让你来的？是后宫管事福公公安排的，说映月轩只有1位宫女伺候，按答应位分应配2名，让奴婢补了缺。福公公安排的，那就是皇帝安排的，连我这儿几个下人都考虑到了。这人做事真是滴水不漏。行，你之前在哪儿当差？奴婢之前在浣衣局。浣衣局？那挺辛苦的。伺候娘娘是奴婢的本分，不辛苦。夏荷姐姐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江南人。江南？姐姐说话倒不太像江南口音，听着比江南那边硬一点。春桃妹妹耳朵真灵，奴婢幼时在北方住过几年，后来才迁到江南，口音混了。哦，怪不得，我也是。好了好了，认亲大会到此结束。夏荷，你去偏屋收拾一下。是，奴婢告退。江南人，北方口音，在浣衣局待过，能从那地方调到一个刚复位的答应身边，不是运气好，是有人安排。问题是，谁安排的？安排他来做什么？算了，人家刚来，总不能因为口音不对就给人定罪，留个心眼就行。娘娘，皇上有赏。赏什么？怎么还有赏？
圣旨不是早上才来过吗？奴婢也不知道啊。娘娘大喜，陛下念娘娘迁居，特赐金玉首饰1套，宫缎8匹，白银100两，另有日常用度若干，随后送到。福公公，这些都是皇上赏的。自然是，皇上亲口吩咐的。皇上还亲口吩咐了。娘娘请收好，奴才告退。娘娘，这匹料子太好看了，给您做新衣裳吧。唉，春桃，你知道这堆东西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皇上对您好。刚出冷宫复位，皇帝就赏东西，还说是亲口吩咐，这意味着被他特别关注，就是靶子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以前在冷宫没人当回事，他们只是找茬而已。现在我出冷宫就获赏，每个人都会盯着我。娘娘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全部收起来，别让我看到。日常一切照旧，该怎样怎么样。可是皇上要是问起，就说收了，收了不代表喜欢。我以为出了冷宫就自由了，结果是从小院子换到了一个大笼子。娘娘，映月轩的桂花开得正好，若是心烦，可以去院子里坐坐。桂花确实开得好，但桂花不会盯着我。盯着我的人，现在不止墙外面的那一个了，这屋子里多了一个人。桂花确实开得好，映月轩外面多了整个后宫。娘娘，奴婢去领早膳，一路上所有人都在看奴婢。看你，脸上有东西？不是看奴婢，是看奴婢替您领膳。御膳房的管事嬷嬷今天竟主动问您喜欢吃什么。然后呢？然后回来的路上碰见2个小宫女在嚼舌根，说您是，说我是什么？说您是狐妹子，说您用了手段，才让皇上刚放您出来就给赏赐。就这？娘娘，他们在骂您。春桃，记住，狐妹子这词在后宫的杀伤力，约等于说你今天的眉毛画歪了。只要一个女的得了好处，另一个就会说她用了手段。这不是攻击，是程序化操作。程序化？就是自动生成的，不用走脑子。这个开得不错，不知道能不能扦插。娘娘，哎呀，就这样。他们在看您。我知道，他们还在说。我也知道。放松，你这拳头都快攥碎了。啊！这丛芍药叫什么品种？开得真好。回审答应，这是金带维，好名字，谢谢。娘娘，您怎么不生气？生什么气？他们在背后议论我，被我撞见了。按理说应该是我给他们尴尬，但我反手问了个花名，尴尬现在是谁的？是他们的。所以说，吵架是最低级的反击，让骂你的人主动帮你科普植物学知识，才是高级玩法。哟，这不是沈答应吗？沈答应怎么还穿成这样？皇上赏了那么多好东西，金玉首饰、绫罗朝缎，样样都是上品。你这是不舍得穿，还是觉得自己不配穿？柳贵人，你今天又来了，
御花园是你家开的，本贵还来不得了。来的，当然来的。你吃早饭了吗？吃了。怎么？那就好。上次你来冷宫是饿着肚子走的，我怕你今天又饿着回去。沈答应，本贵人今日也不是来找你吵架的，只是来告诉你，你不在后宫这段日子，后宫的上上下下都是什么人、什么规矩，你可能不清楚。那你跟我说说。皇上的赏赐不是随便谁都拿得了的。哼，你一个刚出冷宫的答应，凭什么第一日就获赏？后宫的规矩，各宫的心思，你怕是还不清楚。那你怎么想？本贵人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怎么想。现在整个后宫都在传，说你一个弃妃凭什么翻身这么快？除非什么？你继续说。除非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柳贵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皇帝赏我的时候，你站在旁边。柳贵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皇帝赏我的时候，你站在旁边。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赏我？你觉得我用了手段，所以你去问过皇帝，你跟他说，陛下别被沈棠骗了。我没。所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赏我，你也没去问过皇帝，你更没有证据说我用了什么手段。那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你猜的，对吧？你纯粹是猜的，然后到处跟人说你猜的结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猜错了呢？那到处传的就不是沈棠用了手段，而是柳贵人污蔑沈答应，被人当面问住了。你觉得哪个版本更好看？贵人，咱们走。娘娘，您刚才怎么了？您问了他4个问题，他一个都没答上来。不是4个问题，是同一句话换了4种问法。你有证据吗？娘娘，您真的很厉害。不是厉害，春桃，是在冷宫待过的人知道骂人没有用。走吧，回去看看唐乙还在不在。万一被风吹跑了呢？行，核心资产完好。娘娘，刚才柳贵人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奴婢听到了。什么？她说，等着，贵妃娘娘会收拾她的。贵妃，华贵妃，她是国舅的女儿，后宫除了皇后，就她最大了。她说一句话，整个后宫都得抖3抖。小顺子是第1关，柳贵人是第2关，现在第3关要来了。从太监到贵人到贵妃，关卡在升级，这说明有人觉得我需要被升级对付，或者说有人开始觉得我的存在威胁到他们了。一个在冷宫种菜的答应威胁不到了贵妃，这逻辑恐怕只有后宫说得通，但也意味着游戏规则变了，不再是找茬，而是清理。春桃，把荠菜收好，明天可能没空吃早饭了。娘娘，衣裳收好了，夜里凉，奴婢给您多备了一件外袍。叠得太整齐了，早准备好的。谢谢，放着吧。娘娘，您不能去，这哪是接风宴，这是鸿门宴。我知道是鸿门宴，但贵妃设宴，我一个答应不去就是不敬，不敬的后果比赴宴更麻烦。娘娘，皇上赏的那套赤金头面要不要戴？不用，戴了反而给他递刀。刚出冷宫就炫耀皇上的赏赐。
那这个，你倒是想得周到。奴婢只是觉得娘娘今天不需要跟任何人比。行，鸿门宴就鸿门宴。当年刘邦去鸿门宴也没带兵马，带了一张嘴就够了。娘娘，刘邦是谁？回头给你补历史课。走。哎呀，沈答应果然是有个性。贵妃娘娘设宴，别人都是盛装出席，沈答应这是走错门了。柳贵人也在。你昨天走得急，没崴到脚吧？沈答应来了，坐吧。谢贵妃娘娘。今日这喜酒是为沈答应接风。冷宫那地方，本宫没去过，但听下人们说，阴冷潮湿，冬天不好过。沈答应在里头待了这些时日，也是委屈了。谢贵妃娘娘，冷宫有冷宫的好处，清静。在那儿，我学会了种菜。贵妃娘娘若有兴趣，改日可以来映月轩看看，我院子里那盆野葱长得不错。沈答应真是别出心裁，在冷宫种菜，出了冷宫还种菜。看来皇上把你牵出来，是委屈你了。皇恩浩荡，臣妾不敢委屈。不过贵妃娘娘提醒得对，出来了确实比冷宫强。起码映月轩有桂花，冷宫只有野草。陛下，这碗鸡汤是本宫特意让厨房给沈答应熬的。冷宫里的粥，本宫听说了，稀的能照人影，沈答应该补补。贵妃娘娘，您没烫着吧？本宫没事，手滑了，实在是没事就好。这汤挺烫的，贵妃娘娘的手指好好看看，别烫红了。陛下，要不要奴才出去看戏？臣妾谢娘娘赐宴，汤没喝到，但心意领了。改日若有机会，臣妾请娘娘来映月轩喝荠菜粥。沈答应慢走，路上小心，地上滑。谢娘娘提醒，臣妾习惯了。冷宫的地比这儿滑。娘娘，刚才那个汤，他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您怎么躲开的？那个距离……冷宫里拔了半个月的草，你以为我只是在种菜？每天蹲下去站起来几百次，我这个身体的条件反射比脑子快。您还问他有没有烫到？他泼的是汤，我泼的是他的人设。他装着关心我，那我就比他更关心他，关心到他无地自容。娘娘，沈答应方才有意思，一个刚从冷宫里捞出来的答应，躲过了本宫的汤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是侥幸，给本宫盯着他。
父亲说的对，这个宫里不能有不在算计之内的人。今晚陛下召沈答应侍膳。侍膳，娘娘要穿什么？要梳什么头？要学步菜吗？春桃，冷静。奴婢冷静不了。侍膳是大事，别人等1年都没机会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。上次接旨，我怎么说的？换地方不等于换人？对，侍膳就等于吃饭，他叫我去，我就去吃。主子，要不换件新的？不用，就穿这件。他如果在屏风后看了一场好戏，应该能认出来。娘娘，您真不紧张？紧张，但有用吗？他看了我这么久，也该面对面了。娘娘，请入座。来了。来了。这个鱼蒸的更好，肉没老。我说，鱼蒸的好，火候刚好，厨房师傅用心了。御膳房的人做了几十年，做得好是应该的。应该的也值得说，你夸一句，人家做得更认真，这就叫正向激励。正向激励，就是夸人的意思。你说的对，明天让福安去御膳房传句话，鱼蒸的不错。他不是我想的那种人。我可以用手吗？随便。甜的，桂花香味不浓不淡，比映月轩的香。映月轩的桂花不好。好，但那是野桂花，未冲。这个是金桂，甜淡不抢，做菜的人会配。朕平常吃饭不会注意这些。因为你不用注意，吃习惯了就不觉得好了。那你为什么注意？因为我在冷宫喝过赵仁颖的粥，吃过荠菜当正餐，所以吃到这藕，我知道是好东西。饿过的人舌头比较灵。朕在冷宫墙外站了几次，没有一次是偶然路过的。第一次听闻弃妃晒太阳，第二次听你怼太监，第三次柳贵人找茬，你在墙后；贵妃宴，你在屏风后。你身上的龙涎檀香味，我在院里闻到了。那你知道朕为什么看？朕想知道，一个冷宫种菜的弃妃，面对朕会是什么反应？现在知道了，吃了鱼和藕，没夹过一次菜，没喊过一句陛下。我胃口好。哼，胃口好。你去贵妃宴穿的是这一件？是，臣妾没什么新衣服。朕上了绸缎。绸缎在柜子里。臣妾还没想好做什么款式，暂时穿旧的。以后侍膳不必拘礼，该吃吃。其他人有意见，让他们来找朕。那他们要是找我呢？你把他们怼回去。朕在冷宫墙上听过，你嘴皮子不差。你这个皇帝，其实也不太差。娘娘，今天这顿饭，陛下吃了2碗。2碗？是，
陛下平日用膳不到1碗就搁筷子，今日添了第2碗，是奴才这么多年头一次见。娘娘，谢谢。哦，奴才告退。这一大清早的，您这是？皇后娘娘的凤钗丢了，昨晚酉时还在庄南里，今早卯时就不见了。娘娘有令，搜宫。搜宫？可我们主子昨晚一直在映月轩。哼，在不在的，搜了就知道了。让开。搜吧。沈答应倒是爽快，不爽快你们就不搜了吗？既然一定要搜，就别耽误时间，我还没吃早饭。找到了，在沈答应的首饰盒里，压在绸缎下面。沈答应，请吧，皇后娘娘在凤仪宫等着您。能不能让我梳个头再走？沈答应，您还有心思梳头？正因为是被冤枉的，才不能披头散发的去，不然人家还以为我心虚。沈答应，这只凤钗是本宫大婚时太后亲赐的，你可知它的分量？知道。皇后品级的规制之物，旁人私藏是大罪。你既然知道，那你告诉本宫，它为什么会在你的首饰盒里？臣妾不知道，但臣妾可以猜，有人把它放了进去。哦，那沈答应的意思是，有人陷害你？谁会陷害一个刚出冷宫的答应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柳贵人说的对，谁会陷害一个刚出冷宫的答应呢？连我自己都想不通，所以不如换个问题。不是谁陷害我，而是这只凤钗是什么时候被谁放进我房间的？这2个问题不一样，第一个是猜人心，第2个是查事实。人心猜不准，事实跑不掉。沈答应的意思是，你要查皇后娘娘丢了东西，臣妾被栽了赃。如果不查清楚，委屈的不只是臣妾，还有皇后娘娘。凤钗在臣妾这儿，真凶在外面笑，娘娘甘心吗？有意思，皇后娘娘不如让沈答应说说看。反正人也在这儿，钗也在这儿，听他说几句，也耽误不了什么。好，沈答应，本宫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你说吧。刘嬷嬷说，凤钗是昨晚酉时到今早卯时之间丢的，对吗？是，昨晚酉时老奴亲自伺候娘娘卸妆，凤钗还在妆栏里，今早卯时开妆栏就不见了。那臣妾想问，昨晚酉时到今早卯时之间丢，有谁进过凤仪宫的寝殿？寝殿重地，自然是只有伺候娘娘的近身宫女和老奴。几个人？老奴，还有翠竹、碧兰2个大宫女。3个人。也就是说，昨晚酉时到今天卯时，只有你们3个人能接触到凤钗。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。凤钗从凤仪宫寝殿消失，出现在了映月轩。从 A 点到 B 点，一定有人搬运。搬运的人，要么是凤仪宫的人，要么是映月轩的人。那不就是你映月轩的人偷的？如果是映月轩的人偷的，他为什么不拿别的？首饰盒里还有其他的珠宝首饰，比凤钗好出手的多。一个贼进了屋子，只偷一件不能变卖的赤灵凤钗，放过能变卖的金银，他不傻吗？那不就是你映月轩的人偷的？如果是映月轩的人偷的，
他为什么不拿别的？首饰盒里还有其他的珠宝首饰，比凤钗好出手的多。一个贼进了屋子，只偷一件不能变卖的赤灵凤钗，放过能变卖的金银，他不傻吗？所以不是贼偷，是有人专门把凤钗放进我的首饰盒，而且这个人知道哪个盒子是我的，哪个盒子装了首饰。这个人要么来过映月轩，要么有人告诉过他映月轩的布局。刘嬷嬷，今早搜宫，你进我的屋子不到半盏茶就找到了凤钗，首饰盒在里屋衣柜的第3格，上面还盖着叠好的旧衣裳。你翻的也太准了，像是在找一件你早就知道在那儿的东西。沈答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奴是奉皇后娘娘之命。我没有问你是什么意思，我问的是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你带人搜宫，从进院门到翻出凤钗，不到半盏茶。映月轩虽不大，但正屋有3间，里外都有柜子抽屉。你直奔我的首饰盒，像是有人给你画了地图。还有一件事，这只凤钗，东珠完好，赤金没有划痕，凤尾的每一根羽毛都整齐。但皇后娘娘说这是大婚时太后亲赐的，至少戴了6、7年了。6、7年的首饰，经常佩戴，尾毛会有磨损。东珠的镶座会有松动，但这只凤钗上面的东珠，镶座上的金线是新的，不是6、7年前打的，是最近重新镶过的。旧金线和刚镶上去的新金线，颜色差半个色号，不是6、7年前打的，是最近重新镶过的。旧金线和刚镶上去的新金线，颜色差半个色号。臣妾在冷宫种了2个月菜，天天蹲在菜叶子前面看露水，眼睛练出来了，光线骗不了人。有人在不久之前拆过这只凤钗，又重新镶了东珠。一个偷东西的人不会费这个功夫，所以这只凤钗在被放进我的首饰盒之前，就已经不在皇后娘娘的装盒里了，至少不在你每天戴的那一只的位置上。你今天早上打开装篮发现不见的，不是这只。有人在凤钗丢失之前，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只被找到的凤钗，而这个准备，不是今天早上才开始的。臣妾斗胆，请皇后娘娘查一件事。请娘娘查一查，最近1个月有谁动过娘娘的首饰？凤钗重新镶过东珠，这件事一定会经过工匠。宫里的首饰修缮，内务府有记录。查记录，就知道这只凤钗什么时候被送出去，什么时候被送回来，经了谁的手。刘嬷嬷，你今早搜宫的时候直奔我的首饰盒，但你怎么知道首饰盒在衣柜第3格？这件事我只跟一个人提起过。映月轩里有人告诉了你首饰盒的位置，这个人不是我，不是春桃，而跟你有联系的是他。奴婢没有，奴婢什么都没说。而跟你有联系的是他。奴婢没有，奴婢什么都没说。我刚才没有说首饰盒的位置是谁告诉刘嬷嬷的，我只是说映月轩里有人。你为什么直接否认自己，什么都没说？你又不是映月轩的人。你知道凤钗的事，你知道刘嬷嬷今天早上会去搜宫，你知道首饰盒在映月轩的位置，这3件事连在一起，只有一个解释：凤钗不是被偷的，是被人从凤仪宫拿出去，送到了一个地方，重新镶了东珠，再送回来，然后放在了我的首饰盒里。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环节，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。
你只是其中一个环节。告诉我，是谁让你做的？是奴婢贪心，奴婢看凤钗上的东珠值钱，偷偷拿了2颗去换银子，怕娘娘发现，又找人镶了假的上去。后来娘娘说要搜宫，奴婢怕查到自己身上，就把凤钗……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杖责30，不50。皇后，朕听说凤仪宫今早很热闹。沈答应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陛下，臣妾的清白已经证明了，剩下的是皇后娘娘的家务事，臣妾不便插手。皇后，凤钗既已找回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至于那个宫女，自己处理。臣妾遵旨。娘娘猜，刚才您怎么知道是翠竹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猜。刘嬷嬷搜得太准了，准得不正常。一定是映月轩有人告诉了她首饰盒的位置。那您怎么确定是崔竹传的话？我不确定，但我说映月轩里有人的时候，崔竹否认了。他是凤仪宫的人，如果心里没鬼，他不需要否认。我问 A， 他回答了 B， 这说明 B 才是关键。所以您是炸出来的？推理的本质不是知道答案，是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，剩下那个就是答案。在互联网公司跟产品经理斗智斗勇的经验，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。什么网？什么经理？没什么，回去浇水。荠菜该浇了。娘娘，今天是夏荷开的院门。刘嬷嬷带人搜宫的时候，是夏荷开的门。她听到敲门声比奴婢快，好像她就在门边等着。夏荷呢？去洗衣房了。她说今早事多，落了衣服没洗。这个宫里的每一个人，都不止一个身份。陛下，皇后娘娘那边传来消息，翠竹招了，是她贪财偷了凤钗上的东珠，怕被发现，就嫁祸给了沈答应。皇后娘娘罚了她50杖，赶出宫去了。贪财。是，招的是贪财。一个宫女感动皇后的凤钗，拿了2颗东珠去卖，她卖给谁，谁敢收？这条线，皇后查了吗？皇后娘娘说到此为止了。哼，她今天在凤仪宫说了家务事3个字，这3个字救了皇后的脸面，也解了朕的为难。一个在冷宫里种了2个月菜的女人，比朕见过的任何朝臣都聪明。明天叫她来下棋。是，奴才这就去传话。下棋，下围棋，娘娘，您会下围棋吗？不会。那怎么办？奴婢听说陛下棋艺极好，先帝赛事时就夸过他，天资聪颖，落子不凡。您要是输得太惨，陛下会不会不高兴？春桃，我问你，他叫我去下棋，是因为想赢棋吗？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跟我说话，但他是皇帝，不能直接说我来找你聊天，所以需要一张棋盘放在中间。棋子是道具，棋盘是借口，人是真的。那您到底会不会下呀？不会，但我会另一种，叫五子棋。五子棋，那是什么？
陛下，臣妾有言在先。说。臣妾不会下围棋。那你会什么？五子棋。五子棋。规则很简单，一人一颗子，横竖斜5个连成一条线就算赢，不用围，不用数目，不用死活，就是连线。在朕的棋盘上玩连线。围棋臣妾真的不会，你要是非要下围棋也行，臣妾执黑，第一手下天元。那就五子棋，你先。这边你要赌这边，我已经3颗了，再不赌就4颗了。朕知道。我赢了，横着5颗，你数。再来。将不对，赢了。你刚才说你不会下棋。臣妾不会下围棋，但五子棋，臣妾跟同事在午休时间下了3年。他笑起来像另一个人。你会赢五子棋，但在围棋上，你是真的什么都不会。所以朕教你。围棋开局，第一手不是下在天元，是下在这里，星位4角4边。围棋争夺的不是中心，是地盘，下微之差，积累到最后决胜负。那我下哪儿？随你。你这是在跟着朕？我是初学者，跟着老师走总没错。陛下，你为什么喜欢下棋？因为棋盘上只有规矩，没有勾心斗角，黑子是黑子，白子是白子，你下一子就是一子，没有人会在棋盘上骗你。不像朝堂，每个人说的话都要猜3遍。那你现在猜我的棋吗？不用猜，你是真的不会下。你看，不猜的感觉是不是也挺好的？是，很好。陛下，臣妾有个问题。问。你为什么总往冷宫那边走？第一次你说不是偶然路过，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，也不是。臣妾在想，一个皇帝，御花园那么大，御书房那么多事，为什么总往冷宫那条路上拐？因为冷宫是唯一不用演的地方。朕每天在朝堂上演明君，在太后面前演孝子，在皇后和贵妃面前演丈夫，每一张脸都不是朕自己的脸。但是站在冷宫墙外面，朕不用演，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朕是谁。你把圣旨当废纸，把侍膳当吃饭，把下棋当五子棋，从头到尾，你眼里没有陛下，只有一个坐在对面的人。因为，在我原来待的地方，没有人会给别人跪，见到老板会叫名字，不是叫殿下。吃饭不用行礼，下棋不用想对面是不是皇帝。你原来待的地方是哪里？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远到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。那就不回去，在这里你也可以不跪。你这个皇帝其实挺会说话的。
朕练了24年，第一次有人说朕会说话。那是因为别人都在拍马屁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朕知道。娘娘，您今天赢了陛下2盘。五子棋，不是围棋。是，奴才知道，但奴才要说的不是这个。奴才在陛下身边伺候了24年，今天是奴才第一次听到陛下真心的笑。娘娘，奴才能求您一件事吗？你说。没事儿，多来陪陛下下棋。他不只是需要一个下棋的人，他需要一个不怕他的人。娘娘，您就是那个人。五子棋。陛下，北朔骑兵已破雁门，前锋距云州不到300里。云州若失，中原门户大开。云州守军还有多少？不到2万，但粮草只能支撑半个月。补给线从太原到云州600里，中间要过3道山2条河。北朔骑兵专门劫粮，上个月3批粮草只到1批。陛下，户部可以再调集10万担粮食，但怎么运过去？车队走一趟要20天，路上人吃马眼，10车粮到前线只能剩下3层。北朔骑兵再劫一道，云州还是没粮。那就加派护粮兵，护粮兵也要吃粮，兵越多，路上消耗越多，这是死循环。所以，朕有兵有粮，但粮送不到兵手里。少少。老臣以为只能缩短路程，请陛下下旨调太原府民夫直接在云州方向建临时粮仓，把太原的粮食往北挪。来不及，建粮仓要征发民夫砍木挖土，没有2个月建不成。云州半个月都等不了，那就只能请陛下调经营增援。京城到云州1200里，等经营赶到，云州城头已经挂了北朔的旗了。分一下不就行了？你说什么？臣妾什么都没说。沈答应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臣妾只是觉得，600里路不用一趟走完，可以分段。分段？粮队走一趟已经要20天，再分段岂不是走得更慢？600里路，如果在中间设2个换顶点，太原到第1个点是平原，用马车；第1个点到第2个点是山路，换骡子；第2个点到云州是河谷，换小船。车队只跑自己负责的那一段，到了换点点放下就走。下一段的骡队已经在等了，骡队到了河边放下就走，船已经在等了。每一段的路只跑自己熟悉的路，不用走全程。粮食一直在往前挪，但没有一个人、一匹马需要跑600里。如果每段只跑1/3的路，路上损耗能降到2成，不可能更低。还有，北朔骑兵劫粮是因为他们知道粮队从太原出发的时间和路线，但如果改成多段运输，第1段马车从太原出发，第2段骡队从清源出发，第3一段船从反水队渡口出发，3队不是同一批人，出发时间不一样，路线也不一样。骑兵就算劫了其中一段，打断了可以单独补，不用从头再来，这就叫分段接济。一段断了，不影响其他段。沈答应敢问，这个法子是谁教你的？
沈答应敢问，这个法子是谁教你的？臣妾在冷宫的时候，没事看蚂蚁搬家，蚂蚁搬粮食，也是一段一段搬的。周尚书，沈答应说的分段之法，你回去拟一个详细的方案。设几个换舰点，每个点配多少人，用什么运输工具，3天之内交上来。臣遵旨。蚂蚁搬家。是。周正卿是兵部尚书，打了一辈子仗。李盆城是户部尚书，管了20年钱粮。他们2个人在朕面前争论了半个时辰，一筹莫展。你用了不到半盏茶，解决了他们2个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用的法子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想过的方式。沈堂，你不会下棋，但用五子棋赢了朕2盘。你没学过朝政，但凤钗冤案你用推理翻了盘。你从来没去过边关，但你用一个运粮的法子，把朕和户部尚书同时说服了。你让朕怎么想？陛下，你在想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臣妾不能告诉你，臣妾是怎么知道那些的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说了你也听不懂。但有一件事，臣妾可以告诉你，臣妾从来没有害过你，也永远不会。朕知道。沈娘娘，您刚才在殿上说的那些话，周尚书出殿门的时候跟李尚书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老夫打了40年仗，今天被一个小姑娘上了一课，心服。”但也不服，因为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。李尚书回了一句：“老周，别想太多，会用就是会用。”蚂蚁搬家，呵呵。但他说嘿嘿的时候，眼睛没笑。谢谢，福公公。奴才什么都没说。沈堂，你到底是谁？娘娘，您昨晚没睡好。睡了，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春桃，你觉得一个人如果知道了太多他不该知道的事，他应该怎么办？装傻。娘娘，您不是最擅长装傻吗？你说的对，装傻。娘娘，陛下召您去御书房。他昨天问了你是谁，今天会问什么？朕昨晚没怎么睡。因为边关？不是。边关的事，周尚书已经按你的分段法去办了。朕想的不是这个，朕在想，昨天在殿上，朕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没回答，朕也没再问。是。朕不会再问，不是因为不好奇，是因为朕想明白了一件事。
你可以不告诉朕你是谁，但你选择了告诉朕，你不会害朕，朕信你，这就够了。陛下，你不怕信错人？朕这辈子信错过很多人，但那些人不是朕的人，是先帝的人，太后的人，国舅的人。所有让朕信的人，都是别人安排的人。你是第一个朕自己想信的人，不是别人安排的，是朕自己选的。娘娘，陛下今天跟您说了很多话。是，他说了太后，说了国舅，他以前没跟别人说过这些。从来没有。奴才有件事想跟娘娘说，不是奴才该说的话，但奴才觉得您应该知道。你说。陛下的生母是先帝的端嫔，陛下6岁那年，端嫔娘娘在宫里出了事，先帝查了3天，说是疾病，但宫里的人都知道，不是病。先帝没有追查，不是不想查，是不能查，因为那天晚上太后的侄女刚被封为皇后，后宫的事儿太后说了算。6岁的陛下站在端嫔娘娘的棺木下面，没哭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哭过。陛下18岁登基，太后垂帘听政。朝堂上站着的每一个人，兵部的周大人，户部的李大人，吏部的孙大人，都是太后点头才能站到那个位置的。陛下批的每一道奏折，太后都看过。所以那天在齐船边，奴才说，24年，第一次听到陛下真心的笑，那不是夸张，是真的。他从来没有过自己选的人。没有，您是第一个。朕今天叫你来，不是下棋，是想跟你说说话。说什么啊？说朕平时不能说的事。你知道太后为什么去礼佛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朕上个月驳回了一道旨意，太后要调国舅之子入京营任副统领，朕没准。第2天，太后就说要去五台山礼佛，对外说是为国祈福，实际上是在等你服软。是，在等朕服软。他礼了1个多月的佛，朕扛了1个多月，但昨天边关战报一到，朕还是得请他回来。因为国舅手里有京城守备军，没有太后的支持，朕调动不了国舅。所以你才会站在冷宫墙外面。什么？你不是去看我，你是去找一个不用假装的地方。冷宫里那个晒太阳的弃妃，她没有臣子要管，没有后宫要平衡，没有太后的旨意要对抗。她只是在院子里躺了一会儿，仿佛怕抽干了嘴力气。你在墙外，也只是想躺一会儿。是。你没走。茶凉了，凉茶伤胃。你泡的茶比御茶房的好。因为我没学过，随便泡的，不按规矩，所以你觉得好。沈棠。以后没人的时候，你不用叫我陛下。萧衍，
不是我以为的那种人。完了。哀家走了不到2个月，这宫里好像变了不少。皇上这2个月瘦了些，福安，你是怎么伺候的？奴才失职。母后不必怪福安，是朕进来批奏折晚了些。边关的事，母后想必也听说了。雁门的事，哀家听说了。不过哀家还听说了另一件事。听说皇上前几日在朝堂上，沈将军家那个丫头随口说了几句，就把兵部和户部2个老臣的争论给结了。母后的消息真快，是沈答应提了个运粮的法子，周尚书已经按方案去办了。难得，沈家的女儿倒是有几分见识。改日叫她来，哀家也想见见。天晚了，皇帝回去歇着吧。哀家赶了几天路，也乏了。母后安歇。皇帝变了，以前他也会瞒哀家，但瞒得谨小慎微，每个字都斟酌过。今天他的语气没变，客套没变，但茶杯里的水动了，他怕了，怕哀家发现什么。娘娘，您觉得是什么事？那个沈答应，哀家在礼佛的时候就听说了。先是被打入冷宫，然后被皇帝亲自牵出来，然后贵妃设宴没讨到便宜，然后皇后的凤钗在她那儿出了事。一个刚从冷宫里捞出来的弃妃，不到2个月，宫里所有重要的人物都被她碰了一遍。每次都是他赢，每次都有皇帝在场。一个刚从冷宫里捞出来的弃妃，不到2个月，宫里所有重要的人物都被他碰了一遍。每次都是他赢，每次都有皇帝在场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他是皇帝故意安排的？不是，哀家查过。他被打入冷宫的时候，皇帝确实发了很大的火。那个沈棠不是皇帝安排的人，但正因如此，更危险。皇帝不是用他，皇帝是信他。用一个人可以换，信一个人就不好换了。去查他入宫以后的所有事，查他在冷宫里的所有事，查沈家的所有事。哀家要知道，这个沈棠到底是谁。是。娘娘，宫里传遍了，太后今天下午回来了。我知道，下午公道上的动静，连音乐轩这边都听到了。听说太后一回来就问起了您，在晚膳的时候跟皇上提的，说想见您。皇上怎么说？不知道，福公公那边没传话。太后回宫，第一个问的不是皇后，不是贵妃，是我。娘娘，太后是不是？是。她回来就是为了看皇帝到底被什么东西改变了。那个东西是我。明天开始，一切绕旧，该浇水浇水，该吃饭吃饭。太后问什么，都说不知道。太后要见我，我就去；太后不问，我不主动。明白，装傻。这次不只是装傻，太后不你装傻就能骗过去的人。陛下，慈安宫那边，孙嬷嬷出宫了，说是替太后采买东西，但走的是东角门，不是出宫采买的西角门。东角门出去，是沈将军府的方向。他回来第一天，
先试探朕，再查沈家。福安，奴才在。从明天起，映月轩周围加2个镇的人，不是监视，是保护。太后的人进映月轩，朕要第一时间知道。陛下，您这是在和太后？朕护了她这么久，不差这一回。皇帝长本事了，知道护人了。哀家用了24年，把他养成一个听话的皇帝。现在，一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丫头，2个月就让他的茶杯晃了。那就让哀家看看这个沈棠，能在冷宫里种菜，能不能在慈安宫里也种出一颗菜来。臣弹劾沈答应沈氏3条罪状。其一，沈氏以冷宫罪妃之身不安本分，屡次在宫宴、试膳等场合抛头露面，行为轻浮，有失妃嫔之德。其二，沈氏多次出入御书房，以女子之身干预朝政，雁门运粮之法，据臣查证，正是沈氏所献。后宫干政，国之祸也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沈氏以狐媚手段迷惑圣心，致使陛下为其破例，调换宫事，亲赐赏赐，甚至当众斥责嫔妃。此女一日不除，后宫一日不宁，圣心一日不正。臣请陛下将沈氏废为庶人，逐出宫去。刘爱卿，你入朝几年了？回陛下，臣入朝17年。17年，那你的资历不浅了。朕问你，你刚才说的那3条，是谁让你说的？陛下何出此言？臣所言句句出自本心，为国为君。国为君，好。那朕问你，雁门关13000将士的粮草，你管过吗？你没管过。你刚才弹劾的那个人，他说的运粮法，让边关将士在断粮之前等来了补给，13000人。刘爱卿，你弹劾他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朝廷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陛下，即便运粮之法有功，但后宫干政，国法不容。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。臣斗胆直言，请陛下以社稷为重。刘爱卿，你说后宫干政，那朕问你，贵妃之父是什么官职？国舅华中良，太傅，掌京城守备军。他的女儿是贵妃，皇后的姑母是太后。后宫里半数以上的嫔妃，背后都站着朝堂上的某位大臣。刘爱卿，你说后宫干政，那你告诉朕，还是后宫在干政，还是朝堂的手伸到了后宫？朕的后宫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？沈答应是朕找他出来的，赏赐是朕给的，试膳、下棋、进御书房，每一件事，不是他找朕，是朕找他。你们要弹劾，弹劾朕。刘御史，你刚才说沈氏狐媚手段迷惑圣心，这句话朕记下了。
不过朕要提醒你一件事，说朕被迷惑，就是在说朕昏庸。刘爱卿，你刚才那3条罪状里，到底哪一条是在弹劾沈堂，哪一条是在弹劾朕？朕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沈堂是朕的人，他的错朕兜着，他的功朕记着，谁再拿他做文章，先想想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。退朝。娘娘，朝堂传来的消息，皇上他……慢慢说，怎么跟被人追了3条街似的？今天早朝，刘御史弹劾您3条罪状，说您迷惑圣心，干预朝政，当场跪了一地的言官，逼皇上处置您。然后皇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驳了所有人，还说沈堂是朕的人，他的错朕兜着，他的功朕记着。他真这么说？满朝文武都听到了。他还说，你们要弹劾就弹劾朕。这个皇帝是不是傻啊？娘娘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浇水。沈答应，您怎么在这儿站着？我等他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今天为了我，在朝堂上发火了。谁跟你说的？整个后宫都传遍了，刘御史跪在地上起不来，言官跪了一片。你说，你们要弹劾，就弹劾朕。这宫里还真是藏不住事。谢谢。还有，下次别这样了，不值得。为了一个从冷宫里捞出来的弃妃，得罪半个朝堂，不值得。值不值得，朕说了算。你今天就是来问这个的？不是，还有一句，我也觉得你做得对。他怕了。陛下，您也怕了。娘娘，皇上今日在朝堂上当着百官的面，为一个答应跟刘御史翻了脸。礼部那边传话说，李尚书出殿的时候手都是抖的。刘御史是国舅的人，国舅是哀家的人，皇上骂的不是刘御史，是哀家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他再怎么不痛快也会忍，今天不忍了。皇帝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为了一个女人敢在朝堂上翻脸了。好，这是好事。娘娘，这怎么能是好事？因为他终于把自己的弱点亮在明处了。告诉刘御史，这一局输了就输了，哀家不在意一局，哀家在意的是下一步。娘娘，慈安宫的孙嬷嬷来了，进来吧。沈答应，太后娘娘请您去慈安宫喝茶。好，容我整理一下衣服。奴婢在门口等您。娘娘，我听说太后从来不在上午请人喝茶，上次她上午请喝茶是5年前的淑妃，淑妃喝完茶，当天晚上就被……我知道。娘娘，要不我去找福公公，让皇上……不行，太后找我，就是在等我去找皇上。找了，反而落下把柄。走吧，就当是去面试。面试？臣妾沈氏参见太后。太后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过来坐，让哀家看看皇帝从冷宫里请出来的人长什么样子。
别站着，坐。长得倒是标致，难怪皇帝喜欢。太后密赞，臣妾不过是冷宫出来的罪妃，不敢当。不敢当？你在贵妃宴上那一躲，不像是不敢当的人。你在朝堂上替皇帝出运粮的法子，也不像是不敢当的人。沈氏，哀家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答好了，这盏茶你喝；答不好，这盏茶就凉了。太后，请问，哀家问你，你知不知道当初你被打入冷宫是因为什么？臣妾被人诬陷谋害皇嗣。对，那哀家再问你，你觉得是谁诬陷了你？太后问这个问题，不只是想问臣妾吧？你比哀家想的聪明，那哀家就不绕了。沈家3代武将，你父亲沈崇明手握雁门关3万精兵，你大哥沈昭凉州骑都尉。先帝在的时候，沈家是他最信得过的刀。先帝走了，这把刀握在谁手里就成了一个问题。皇帝登基那年才18岁，一个18岁的少年，握着边关3万人，朝堂上1半武将姓沈，哀家不能冒这个险。所以你入宫，从一开始就不是选秀，是哀家让你入宫的。哀家需要一个把沈家控制在眼皮底下的方法，入宫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谋害皇嗣是哀家安排的，一个小小的局。晋贵人有孕，哀家让人在她的安胎药里动了手脚，1晚下去，孩子没了。然后让她的贴身宫女出来指认，说亲眼看到你在安胎药里动了手脚。本来你被打入冷宫，沈家就该安分了，可惜你父亲不知进退，还在边关频频上书要彻查。哀家本来想冷宫里待个1年半载，人没了，事情也就结了。结果你不但没死，还活蹦乱跳地种起了菜，还让皇帝亲自把你捞了出来。臣妾还有一个问题，问。太后今天告诉臣妾这些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哀家想让你知道，你和皇帝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棋盘上，他护得了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哀家能让你入宫，能让你进冷宫，能让你死，也能让你活着。你觉得，你凭什么能在哀家的棋盘上活到现在？哀家今天请你来，不是要害你，要害你不需要请你喝茶。哀家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皇帝现在护着你，哀家动不了你，但哀家不急，因为棋局还长，而你不过是第1步。臣妾告退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太后说什么了？她有没有？娘娘，原来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运气不好。春桃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娘娘您问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别人的算计里，你会怎么办？那就不让那个人再算计第2次。你说的对。太后说，棋局还长。那好。那就下完。陛下，映月轩的灯还亮着。春桃传话过来，娘娘把荠菜盆全翻了1遍土，
然后坐在床边，对着荠菜叶子说了2个字：下完。他回来之后有没有哭？没有，一滴眼泪没掉。但春桃说，娘娘的眼睛比哭过还亮。从明天起，映月轩周围的人再加1倍。是。陛下，沈答应比您想的要硬朗得多。娘娘，您这是在画什么？组织结构图。哦，就是这宫里谁是谁的人。娘娘，您这是？这叫信息地图。我在上一家公司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简单说就是，要打一场仗，得先知道战场长什么样。娘娘，茶。谢谢。春桃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在这宫里待了多久？3年。娘娘入宫的时候，奴婢就在了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后宫里哪个宫女和哪个太监是老乡？这个，奴婢知道一些。西苑的翠儿是江南人，御前的赵德豪也是江南人。晋贵人的丫鬟秋菊和御膳房的小凳子是堂姐弟。等一下，御膳房的小凳子和晋贵人的丫鬟是堂兄弟？对啊，宫里都知道。他们过年还一起吃了顿饭。那晋贵人出事之后，小凳子还在御膳房吗？在啊，他做的挺好的，现在是副领事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宫里的消息从慈安宫传到贵妃耳朵里，一般走哪条路？这个大概是孙嬷嬷告诉贵妃身边的王嬷嬷，或者是……不用大概。从今天起，我要知道确切的，谁、什么时候、在哪里、跟谁说了什么。不需要偷听，不需要冒险，就看你平时看到的东西，把它记下来。这是你的，每天记3件事：谁来了映月轩，你出去的时候碰到了谁，谁在公道上和谁说话，就3件，不用多。奴婢记住了。你主动来找朕，这是第1次。臣妾想向陛下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后宫近半年的宫人调派记录，谁被调到哪个宫，谁升了，谁降了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太后在宫里30年，她的权力一半来自先帝，一半来自对后宫的绝对掌控。谁是谁的人，谁从哪儿调到哪儿，谁升了是因为谁的举荐，这些信息就是她的地图。臣妾没有地图，臣妾连路都看不见，臣妾不想再被人按在棋盘上了。陛下，能给臣妾一张地图吗？福安，奴才在。把上宫局近半年的调派卷宗搬到映月轩。是。沈棠，你的眼睛和昨天不一样了。因为臣妾今天开始上班了。陛下，您刚才笑了。娘娘，这么多，您一个人看？我以前每天看的数据画表比这个多。夏荷，你是哪儿的人？奴婢是江南人，宜兴。宜兴好地方，产紫砂壶。你进宫的引荐人是谁？奴婢自幼入宫，是上宫局分配的。知道了，点心放着吧，谢谢。
春桃，奴婢在。明天你去御膳房找小凳子，就说沈答应想吃荠菜饺子，问他能不能做。娘娘，找他做什么？不做饺子，做人情。他不是太后的人吗？那就让他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一个找太后眼线要荠菜饺子的人，在太后眼里能有多危险？所以，让他看到您越笨，太后就越不会防。娘娘，浇水的顺序怎么变了？先浇最壮的，最壮的火好了，其他的就不会倒。明天我们做个小测试，我会跟夏荷说一件事，跟你说另一件事，两件事不一样，然后我们看哪件事会传到慈安宫。娘娘，您是说夏荷？我没说它是什么，但一个系统里信息不会自己长腿。如果信息到了不该到的地方，那就说明这条线上有个人在替信息开门。开门的人一般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手里的钥匙不是自己的。夏荷，你等一下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这几天翻卷宗，找到了一样东西。娘娘找到了什么？太后和国舅，他们不只是姑侄联手，他们在宫外还有生意往来。边关的军粮有一部分被转卖到了民间，我找到了证据。娘娘，这可是大事，您要不要告诉皇上？证据还不够，明天沈家的人会递一份密函给我，密函里有完整的账目，等我拿到了再告诉皇上。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，连春桃都不知道。娘娘放心，奴婢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。娘娘，您真的跟他说了？说了，密函，明天完整的账目。那您跟奴婢说的是什么？我跟你说的是，皇帝要削国舅的兵权，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。所以，两件事不一样。如果传到慈安宫的是密函，那就是夏荷；如果是削兵权，对，两条线，一条是夏荷，一条是你。哪条线动了，我就知道是谁。奴婢明白了，今天慈安宫的人来，奴婢就知道自己没出息。如果夏荷……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。去御膳房找小凳子，带一碗荠菜饺子回来。您真要饺子？要，一碗荠菜饺子，趁热吃，吃完等天黑。娘娘，慈安宫那边没有任何动静。奴婢一整天都在宫道上，从慈安宫到御花园，从来往宫女的闲聊，没有一个人提到削兵权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好，那就只剩一条线了。娘娘，您真的希望是夏荷吗？我不希望是任何人，但如果只能是其中一个，
看到了，是的，有急事。娘娘，都知道了。臣妾不怕那个，臣妾怕的是继续做一颗棋子，继续在别人的棋盘上等着被人当弃子丢掉。那就不是冷宫，是朕在北院的别院，没有人知道。从外面看，和冷宫一模一样。朕每天晚上去看你，跟你下棋，跟你商量下一步，跟你成交。沈答应，恃宠而骄，言语顶撞，屡教不改。即日起降为庶人，迁出映月轩，打入北院冷宫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今天的消息，慈安宫开始松了。孙嬷嬷撤走了慈安宫周围的3个暗卫，太后觉得她已经赢了。你真比朕兵部尚书画得清楚。兵部尚书画的是地图，我画的是流程书，两回事。这杯敬战友，敬合作伙伴。朕一个人下了12年棋，累了。以后2个人下。娘娘，都知道了。夏荷，太后那边冷吗？娘娘，夏荷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为什么替太后办事？我的弟弟在凉州，在太后的庄子上，我的娘亲也在那里。太后说，只要我帮她5年，她就给他们脱籍。我知道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什么都不用做。太后那边，你照常去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但说什么由我来定。起来，地上凉。娘娘，春桃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如果是你出卖我，我会怎么办？幸好，不是你。娘娘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去找皇帝，该跟他摊牌了。娘娘，北院那边确认了，和当年的冷宫一模一样。沈堂身边的丫鬟也只剩下一个春桃，每日用度
按数人份例，只够2窜稀粥。还有夏河那边传话过来，陛下今日确实发了火，在太和殿上降为庶人4个字是当着百官的面说的。皇帝长大了，就知道为一个女人得罪满朝文武不值得。下一步该动沈家了。沈崇明在雁门关太远了，先动沈昭。凉州骑都尉，品级不高，位置关键，让国舅明日拟一道调令，把沈昭调回京城，给个虚职，放在眼皮子底下。娘娘，有一件事，奴婢觉得不太对。沈棠被降为庶人，从头到尾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求情，就安安静静的搬走了。被吓住了，正常。一个刚从冷宫里出来的丫头，能有多大能耐？盯紧北院，有任何异常，立刻报。京城守备军名义上回国舅节制，但副统领陈敬之是朕的人。朕登基那年把他从边关调回来的，太后不知道。那国舅能调入宫的1000人？能调，但调进来之后，听谁的，他控制不了。太后在宫内的伏兵，由谁布置？孙嬷嬷，慈安宫里有20名宫女，不是宫女，是先帝驾崩那年，太后从宫外买进来的舞婢，平时端茶递水，专门替她看守后宫各处要害。太和殿的4角，御书房的侧门，映月轩周围的宫道。太后的眼睛比禁卫的巡逻更密。夏河能接触到孙嬷嬷的舞婢名单吗？不一定，但夏河知道哪些宫女是孙嬷嬷亲自安排的职业。职业的就是舞婢。娘娘，您和皇上在画什么？在画怎么让一个人以为他在赢，一直赢到他输了的那一刻。3日后戌时，宫宴敬第2巡酒，太后的舞婢会同时控制太和殿的4角。你的人从东华门入，陈敬之会放行。进殿之后，第一件事，控制福公公。他是皇帝身边唯一一个能喊出暗卫口令的人。第2件事，把沈将军府围了。沈崇明不在京城，但他儿子沈昭在，控制沈昭就控制了沈家。第3件事，拿这道旨，让皇帝当着百官的面禅位。太后会指定新君，一个3岁的娃娃。从此，这江山该换个人做了。末将遵命。臣妾查到3件事。第1件，夏河是太后的人，3年前安的。第2件，太后通过孙嬷嬷在后宫安插了不止夏河一个暗探，御膳房的小凳子，敬贵人身边的秋菊都是。臣妾画了一张图。第3件，也是最关键的。太后之所以现在不敢动臣妾，不是因为臣妾，是因为陛下。他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，就像当年他对沈家那样。你想怎么做？臣妾假装失宠，陛下在朝堂上当众斥责臣妾，把臣妾打入冷宫。臣妾一旦失宠，太后就会以为陛下开始忌惮沈家。他会放松警惕，同时，臣妾在冷宫里可以继续从夏河的渠道收到慈安宫的消息。
太后不会防一个已经被打入冷宫的人。臣妾折服冷宫，陛下暂且息怒。太后等了20多年，让他以为这一局他赢了。真的失宠了，宫里所有人都会踩你，你的用度会被克扣，你的门可罗雀，你受得了？陛下，臣妾在冷宫里住过真正的冷宫，住了1个月。臣妾不怕那个，臣妾怕的是继续做一颗棋子，继续在别人的棋盘上等着被人当弃子丢掉。国舅的计划，太后不知道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太后以为他手里有2把刀，一把是国舅的守备军，一把是他的舞弊。但这2把刀，他都必须通过孙嬷嬷来握。孙嬷嬷是这2把刀之间的唯一接口。宫宴前1个时辰，夏荷会传话给孙嬷嬷，太后召你到慈安宫，有最后一道密令。孙嬷嬷离开太和殿，舞弊就没人指挥。国舅的人冲进太和殿，发现太后的人不在位置，他们会犹豫，一犹豫就是30个呼吸，30个呼吸够陈敬之关上门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不是沈棠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一个妃子不会在脸上盖一片荷叶晒太阳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秘密我要带到棺材里。3天后，不管胜负，朕都有一句话要跟你说。现在不说，是因为3天后要说。现在说了，怕你分心。那就先把这3天赢下来，然后你告诉我，我也告诉你。娘娘，守备军那边已经确认，东华门的守将是国舅的人。宫宴当晚不会拦，舞弊也已就位，太和殿4角，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各5人，由奴婢亲自调度。哀家等了12年，从皇帝登基那年就在等这一天。皇帝以为哀家在意的是沈棠，不，哀家在意的是，他敢为了一个女人跟哀家翻脸。哀家把他从12岁养到现在，他第1次翻脸，是为了一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丫头。明天，让他知道翻脸的代价。都准备好了。陈敬之的1000人在东华门外，福安掌握了暗卫的口令，夏荷拿到了舞弊换房的名单，孙嬷嬷会准时被调到慈安宫。明天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让朕看到你受伤。你也是。还有我就练啊！
臣服统领，国舅有令，即刻入宫。进。陛下，臣有一道旨，请陛下过目。哼，国舅，你确定冲进来的是你的人？启禀陛下，东华门已封，守备军将士听候陛下调遣，国舅亲兵400人。已全部缴械。华忠良，朕12岁那年，跪在先帝榻前，你在朕身后3步，朕以为你是来扶朕的。后来朕知道了，你在等朕跪不住，只要朕在百官面前瘫倒，你就会上来。把朕扶开，然后扶另一个人坐上去。朕等了12年，等你再往前挪1步。今晚，你挪了。华忠良，伪造玉玺，私调禁军，意图逼宫，恃夺太傅之职，收回守备军权，押入天牢，后斩。你害了我！母后，该你了。皇帝长大了，知道在宫宴上动手了。好，这招哀家没有算到，但哀家要提醒你一件事：你的皇位是哀家给你的，没有哀家，你坐不上那张椅子。哀家要提醒你一件事：你的皇位是哀家给你的，没有哀家，你坐不上那张椅子。母后说的对，朕的皇位是你给的，但朕今天要还给你的不是皇位，这是沈答应被母后打入冷宫之后，在这3天里画的。沈答应冷宫画的？他叫它组织结构图。这3张纸上画着母后12年来在后宫在朝堂上的每一根暗线。夏荷是母后的人，3年前安插进宫的。御膳房的小凳子是孙嬷嬷的堂侄，敬贵人是被用完的牌。母后手里还有20名舞婢。今晚本应控制太和殿的4角，但他们现在都在慈安宫，被夏荷调走的20个人，没有人告诉他们，今晚的计划变了。太后，这是第3版，第1版是臣妾在映月轩画的。那时候臣妾还没想好是摆烂还是打回去。第2版是臣妾看完所有调派卷宗之后画的。那时候臣妾知道了，太后不是针对臣妾一个人，太后是在下一盘棋。臣妾、皇帝、沈家、国舅都是棋子。第3版是臣妾在北院画的。那时候假尸虫已经开始了。臣妾每天收到慈安宫的消息，都是太后以为臣妾不知道的。
而臣妾递回去的消息，都是太后以为是自己查到的。太后，您说棋局还长，臣妾说不长。棋局到今天，刚刚好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对，沈妃娘娘，皇上今早的旨意，您从答应直接进了妃位。娘娘，奴婢的弟弟从凉州回来了。去吧，天冷，多穿件衣服去接。奴婢还能留在您身边吗？茶还是要有人端的。陛下，沈妃娘娘今早去了冷宫，她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荠菜。那是她出来的地方。还有2件事。兵部周尚书今早递了折子，雁门运粮的分段法已在全县推行，云州之围解了。折子末尾加了一句话：此法首创者审视，臣心服。户部李尚书也递了一份，说损耗从7成降到了2成。他说蚂蚁搬家是真的有道理，老臣当初在殿上还不信，现在信了。知道了，此法以后编入兵部后勤录，署名沈堂。还有，沈将军府派人递了折子，沈昭明日回京。传旨，沈家平反，追还一切封赏。沈冲明进魏国公。沈昭明日入宫，朕要亲自见他。还有，把冷宫重修一番，不是给他住，是留着。遵旨。好，好得很。哀家用了30年布了一张网，你用了30天把它拆了。但哀家要问你一件事，你是不是以为惩恶扬善就到此为止了？你以为你和皇帝之间隔的只是一个哀家？不，隔在你们中间的是这座皇城。这太和殿里的72盏宫灯，是龙椅上那把椅子。他现在爱你，因为他需要你。等他不需要你的那一天，你就是下一个哀家。太后，您有被人真的心疼过吗？哀家养了一只狼崽子，终归是养熟了。传旨，沈家谋害皇嗣一案，系太后设计诬陷，即日平反。遵旨。沈崇明保留边关兵权，沈昭加封骁骑校尉。华贵妃废为庶人，皇后交还凤印，太后幽居佛堂，无事不得出，侍从减为2人，佛珠换成木的。那句话，朕今晚可以说吗？现在说，不怕我分心了？朕这一生，只要你一人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在这个院子里醒过来，后面的所有事
都不会发生。春桃，我有件事从来没告诉过你。什么事？谢谢你没走。奴婢不走，哪里都不走。好，那就哪儿都不去。陛下今天很闲。今天，朕把最后一道太后批过的奏折烧了。烧完之后，发现没事故可做了。你在想什么？陛下，你说过，在冷宫就知道我不是原来的沈棠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有一天可能会回去，回那个有电脑、有外卖、有加班的地方，回那个我本来应该待着的世界。我来的莫名其妙，走，可能也会走得莫名其妙。朕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朕想跟你说，朕不许你走，但朕说不出口，因为朕从来不是那种不让你选择的人。朕这一生所有东西都被安排好了，皇位是太后给的，朝堂是国舅把持的，后宫是太后的棋盘，朕从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选的。你是我自己选的，是你自己走到御书房门口，是你自己说那就下完，是你自己拿起了那张蜘蛛网。如果有一天你要走，告诉朕，不要忽然消失。朕可以接受你不要这个世界，但朕不能接受你连一个再见都不给。这个先放在你这里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看到它就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冷宫里还有一盆芥菜，记得浇水。好。林小满，你到底是谁？不管回不回去，这一盆明天也要浇水。娘娘，您昨晚是不是没睡？春桃，你说一个人可不可以有2个名字？可以啊。奴婢以前在老家叫二丫，进了宫才叫春桃，但不管是二丫还是春桃，都是奴婢。你说的对，不管是林小满还是沈棠，都是我。陛下今天不上朝？今天罢朝。朕跟福安说了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敲御书房的门。昨天晚上，你说你可能有一天会回去，我想了一整夜，我想了很多，很多种可能。你忽然消失了，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醒来，你做回原先的自己。我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做这个皇帝，我们之间隔的不只是一座宫墙，是2个世界。然后我在想，如果你真的回去了，你会在那个世界干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然后我知道了，你会加班，你会累，你会在某个深夜醒来，然后忽然想起你在另一个世界里种过一盆芥菜，而我会每天早上起来去冷宫，给那盆芥菜浇水，然后去上朝，然后晚上回冷宫，点上灯，等你回来。我不是用皇帝的身份说这话，
我是用一个人的身份，一个在路过冷宫时被一片荷叶改变了人生的人说这话。你如果走，我等你回来。这是我在冷宫里拿到的第一样东西，不是荠菜，是这颗珠子。那把躺椅上缺了一条腿，用这颗珠子垫着。我躺在上面的时候就在想，一个被全世界忘了的人，还有人记得给他垫一条椅子腿吗？后来我知道了，那个人不是来垫椅子腿的，他是来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决定每天都要来看。所以我昨天想了很久，我到底应该回哪里？是回那个有电脑、有外卖的地方，还是回那个有荠菜、有躺椅，每天有一个站在门口偷看的我的地方？我选好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不是因为回不去，是因为这里有我爱的人。我愿守你一生，不是一生一世，是每一世。原来就是这张椅子，舒服吗？还行，就是有点硌。缺了一条腿，本来有颗珠子垫着，现在那颗珠子在你胸口。这荠菜能包饺子吗？你躺在一个妃子的破躺椅上，第一句话竟然是荠菜能不能包饺子？以后每年用这里的荠菜包一顿饺子，你包，我吃。好，每年这里的荠菜包饺子。这荠菜够包一辈子饺子了。一辈子哪够？这是每年都要长的。那就种一辈子。我站门口，你浇水。皇帝，水浇多了，荠菜不用一天浇3次。那明天浇多少？和每天早上一样，1瓢。原来摆烂，最后能摆成这样。